日美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应对台湾突发事态。他们是准备真介入呢，还是玩假的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天绍。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的自卫队与美军已经制定了应对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的新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草案。计划内容包括，在台湾突发事态的初期阶段，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西南部的岛链上要建立一系列的攻击型的军事据点。双方预计在明年年初举行的日美2+2会谈上开始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军打算出动海军陆战队，在日本西南诸岛岛链上建立许多临时性的攻击据点。日本自卫队呢，将会向这些岛屿派遣军队，支援美军作战。日本已经为美军选择了40处地点作为候选，其中大部分岛屿都有居民居住，包括日本自卫队已经部署了导弹部队的奄美大岛、宫古岛以及计划部署导弹的石垣岛。联合作战计划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基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一个构想，并根据这个构想向日本自卫队提议制定的。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小型编队的形式分散部署在各战略要点，也就是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游击战。当然，这是一个岛屿游击战。由此可以看出来，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进行所谓的战略转型，扬言要帮助美国海军和空军在作战区域打个洞。那什么意思？就是其海军陆战队要通过部署远程打击导弹、防空导弹、远程火炮、反舰导弹的武器系统，并且呢，将这些武器系统全进部署的方式来帮助美国空海军获得区域优势。美国海军陆战队被称为美军的第4等人，在大国竞争中，他们想给自己找个定位。但是要想在中国面前玩游击战，甚至要武力干涉台海，那就是作死了。因为在这些岛链上，你怎么搞玩游击战？因为你的活动空间非常小，这不符合一般游击战的概念。你转来转去，就在岛礁上从右搬到左，从左搬到右，还能有活命的机会吗？当然，我们也必须关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琉球列岛部署攻击型的军事据点，从而认真地分析这些据点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琉球列岛距离钓鱼岛和台湾岛呢都比较近，如果部署射程400公里的反舰导弹系统，就有能力威胁到钓鱼岛海域以及在台海附近活动的解放军的舰船。如果在这些岛上部署岸基型的标准3反导系统，其射程呢甚至可以涵盖整个台湾岛。如果在某些岛屿上部署海马斯火箭炮，同样可以打到某些海域，甚至呢打到钓鱼岛上。这是一种攻势防御的部署。虽然从理论上讲，日本自卫队以美军的联合作战计划草案对解放军解决台海问题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战略的不足，甚至可以说完全是送死的战略。首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的游击战对制空权严重依赖。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要想进行机动部署或者是前进部署，本身必须掌握本区域的制空权。琉球列岛距离中国的距离相对来讲比较近，解放军现在又配备了大量的远程无人机以及空中加油机，因此呢，不但我们的无人机的航程比较大，作战飞机的作战半径也可以大幅度扩展，完全有实力夺取本区域的制空权。如果没有制空权，也就没有了制海权，就更谈不上制陆权和制岛礁权。我们仅仅出动多批次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某些情况下就足以吊打那些少量配属的美军的攻击军事据点。其次，这些军事据点还会在第一波的攻击中成为我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靶子。那么
如果美军在这些区域部署大型的反导系统或者是中程弹道导弹，虽然能够对中国大陆的沿海目标构成威胁，但是这类目标本身机动能力又是相当差的，同样会成为东风快递的靶子。美军呢，只有空降部署海马斯火箭炮才算是机动部署了，但是海马斯的射程相对来讲比较短，根本就威胁不到中国大陆，对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的行动也构不成相应的威胁。可以这么说吧，在第一岛链，包括冲绳列岛部署那些数量不足以影响解放军行动的，反而有可能给驻日美军基地和关岛基地带来灾难性的武器系统，并非最优的选择。美国海军陆战队想找到自己在美军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前进部署不但要花费不少钱，而且本身很可能会非常脆弱，成为对手的靶子。即使他在各个不同类型的岛礁上大量的部署有人的或者是无人化的武器系统，也会大量占用美军的经费，后勤补给呢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仅仅部署几套导弹武器系统，又无法影响解放军的行动。总之，美日现在制定联合作战计划，以应对台湾突发事态，本质上看就是美军的一种战略威慑，无法对解放军统一大业构成威胁。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刷存在感，或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建议，或者是这样的举措，顶多是在现阶段刷存在感而已。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